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谈一个比较，非常的实用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就是美国的这种护士执照的考试我们简称叫做 NCLEX 有的时候呢我们叫 NGN 是吧？这个具体的含义咱们后边再聊。这个美国的护士执照考试呢，应该说是很多咱们就是从中国大陆包括像有的从台湾或者是其他地区来的很多的华人朋友那么之前不管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职业经历在美国呢，因为他的护士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前景比较好的工作收入各方面地位都还是不错的这个职务，所以呢也非常的受咱们华人朋友的这种青睐那么当然你要想从事护士工作，就必须得考这个执照这个是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了这个执照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你具备了这种相关的护士职业的资格它就像一个我们考任何其他的一些这种执照一样它就是一个入门的一个门槛那么你把这个门槛跨过去了你就进入到它的这个行业里边相反，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门槛有的时候不好跨越那么有的时候就很遗憾，是吧？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不太讲具体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像医学知识咱们今天不是重点的讨论范围但是呢，我们会从一个大的这种全面的这个角度呢，一块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执照的考试。首先我们说这个什么是 NCLEX 或者 NGN 是吧？那么当然这个 NCLEX 它叫做 National Council Licensure Examination 它是一个缩写叫 NCLEX。那么什么是 NGN 呢？是 Next Generation NCLEX其实呢这个 NGN 呢是目前大家要想通过这种护士执照考试目前就是采取的这种 NGN 我们叫做新一代的护士执照考试。这个考试呢是从2023年4月1号开始进行。那么之前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传统的一种考试的模式那么从2023年4月1号以后就已经完全的过渡到一种这种新一代的考试了那么什么是这种新一代的考试？它的特点在哪儿它和这种传统的 NCLEX 考试的区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总结呢，它最重点的这种要考核你的内容呢是这种临床应用包括英文常用的一个词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批判性思维呢，对于咱们我觉得一般的同学来讲呢，可能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因为它太抽象了具体一点讲什么是这种批判性思维我个人的感觉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其实指的就是咱们在职业过程中所要采取的一种临床思维什么叫做临床思维？就是当你遇到一种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不是想说背书理论不是去好像是查字典一样不是那样的，你一定要是有综合判断和运用知识储备的能力那么咱们学的知识不是说说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对吧？你好像按图索骥一样说这个病人就对应这一块那个病人对应那一块它不是这么简单很多的时候咱们面对的病人都是非常的复杂一个真实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跟你说的所有的信息你要听，但是呢你在听的同时也要
有所选择啊，有所判断。那不是说他说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对吧？我们在临床上工作一段时间，你会知道，有些人他说的有夸张的成分啊，有虚构的成分啊，未必是他故意，但是呢，他可能感觉上有一些这种不太准确，是吧？他就按他的想法跟你说，那么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会误导医护人员啊？这肯定是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呢，对于这种数据的收集啊，我们叫做评估，是吧？然后来综合的进行分析，那么这种达到一个准确的判断啊，进而呢采取这种非常合适的一些处理措施啊，这就是我们的临床思维。所以呢，我想呢，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临床思维啊，或者说咱们说什么是 critical thinking 啊，我想呢就是说，面对一个真实的患者啊，你要运用你综合分析的能力，那么去推导出他现在最真实的一个情况，并采取相应正确的措施啊。我认为这个就是咱们一个临床思维。那么他考的咱们这个 NGN 呢，有几个特点啊。从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题目啊，包括我很多的朋友同学啊，他们自己跟我聊啊，考完这个 NGN NCLEX 之后啊，自己的体会啊，我总结出有这么几点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和过去传统的考试来讲，那么题型不一样啊，它的题型更多元化啊。这个题型其实倒无所谓啊，并不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改变啊。当然它的评分方法不一样啊，这个也对咱们来讲其实也不是太重要。后边两条就很重要了啊，一个叫做重推理啊，大家要知道怎么推理，怎么采取一个正确的逻辑方式啊，去把最核心的一些数据、一些信息啊，要把它有机的分析出来啊，从而呢推导出一个正确的这种方向啊。那么这就是咱们的推理啊。那么逻辑推理非常重要啊，这就是 NGN 最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后边这个求扩展啊，这个我认为呢是，在某些题哈，某些这个 NGN 的题里边，它考试的内容，我自认为是超出了对于咱们经典的或者说咱们心目中认为的 LVN 的这种程度啊。用咱们中文讲有点超纲啊，就是这个题目出的有点超纲了。那么比如说它可能会考到你一个不太常见的一个病啊，这个词有的时候咱们都不认识啊，那就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病。我觉得如果比如说考你一个皮肤病，一个专业的词汇啊，大家可能很少能接触到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它会考你一个在医疗领域啊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一些鉴别诊断的知识啊，你这个病需要和什么鉴别啊，有一些鉴别要点。那么包括呢在用药上啊，因为有些用药呢其实在临床上不是说非常的统一啊，有的人是这个观点，有的人是那个观点。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个扩展的内容啊，我认为呢在 NCLEX 考试里，它可能会有一小部分啊，这种考题会涉及到这个扩展啊。那么这个倒也不用怕哈，因为超纲的题呢，毕竟不是说咱们一个人不会啊，可能大多数的同学，正常水平的同学啊，没有相关医学护理实际的这种操作和工作背景的同学呢，恐怕是都会感觉到有一定的困难哈，所以这个倒问题不是太大啊。好，下边呢我们大概的看一下哈这个 NGN 考试哈，它的一个内容还有它的过程。首先呢，我们就以这个 PN 考试为例哈，这个 PN 我们也叫做 LVN 啊，叫做职业护士考试。那么它呢这种考试题目啊，是从85题
到150题之间。也就是说，你在参加这个考试的时候，你最少也得做85题啊，但是最多做到150题啊，这就是一个范围啊，一个下限和上限啊。那么它的考试的时间呢，最长是5个小时啊，那么确实很长啊。比如说你选择的是早晨9点考啊，如果你9点准时去开机考试的话啊，那么这个电脑比如从9点开始计算啊，那你要加5个小时，对吧？那就已经到下午2点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确实他也安排了一次中间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啊，这是你自己可以来控制的。他到一定时间以后呢，他会给你一个提示啊，说你是不是需要休息，你可以选择不用啊，你就继续做也行啊，但是你可以选择。这个为什么说最长5个小时呢？也就是说，有些同学如果做的属于什么呢？要么是特别的出色啊，学习成绩非常好啊，要么是学习成绩确实不是太好啊，这个错误率太高啊，这2种情况，它的时间都会小于5个小时啊，也就是说甚至很快就会结束啊。比如说有的同学就属于学习非常好的，那么他上来做85道题，做满85道题，那么这个计算机的按照它的算法啊，就已经认为你已经可以有90%以上的几率通过考试啊，到85题直接终止考试啊，就结束了。当然，他不会告诉你说你是 pass 了还是这个 fail 了啊，他不会这么说，他只是给你停止啊。这个结果你可能得稍微等个1天2天啊，一般来讲啊，他不会当时告诉你啊。所以呢，如果你做到85题，你发现哎呀，这个自己的考试已经就结束了啊，电脑就告诉你已经结束了这考试，那么基本上呢，你大概有个判断啊。如果你自认为这85题你会的比较多，正确率会比较高，那应该说差不多就是属于通过了。但是呢，如果真的你感觉这85题很多都不会啊，没见过，就是错误率你觉得很高，那可能呢就是错误率太高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哈，这种情况说做到85题呢就直接结束的情况，在总体判断来讲呢，还不是说最多见的啊。那么更多的同学可能要做的题目要多一些啊，也就比如说做到90多题啊，做到100左右啊。当然也有同学真的做到150题哈。也这个做多少题啊，和你这个通过不通过没有直接关系啊。你可能做到85题直接结束，你可能也通过了。你可能做到最后150题都做完了啊，最后你也通过了啊，这个和题目多少是无关的啊，它主要要看你的正确率啊。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它有一个算法，这个东西有点类似，我感觉像是人工智能啊这些。那么它会根据你做题的情况来给你出啊，比如说你做的这几道题都是你的强项，做一个对一个，正确率很高啊，那么有可能它就会越出越简单，甚至就直接这方面的题它就不出了啊。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正好赶上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结果上来几道题可能全错了，那他可能觉得你还需要继续的考核，他可能还会给你出这些题那么这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算法来决定的，这个咱们控制不了啊。那么这个时间主要就是和咱们这个，我觉得是它不会限制你说每道题，说有的时候像咱们测试一样，它给你限制一道题多长时间，那个倒没有你这一道题你做可能10分钟20分钟咱们就举个例子当然大家不会他也不会说就跳过去了就不让你答了，那都没有。下边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说它考试的范围这个考试的范围呢，也是应该是我自己总结，包括和我们很多的同学我们一块儿在考试以后呢进行了分析大概得出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范围呢，后边列出来的重点呢，都是我们近期最近这2年左右经过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讨论基本上
是有这种观点。当然呢，这个范围我没写的或者说我写在重点里没有提到的，它一样可能会考但是为什么说有重点那就是说这个考的几率会比较大考的题目的数量可能会相对多一点那比如说没在这里提到的呢，也可能会考你比如说考你一个这个血液科的一个什么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对吧？什么多发性骨髓瘤，这些呢，不是被咱们列为重点的内容，但是呢，它可能会出你可能会碰到这么1道题、2道题这个在这个血液病这方面的这个也可能我之所以列出这个重点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为了便于大家复习和准备。那么咱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你不可能说把咱们的精力平铺，是吧？咱们学这种医护这种专业的知识，大家都知道你的书很厚随随便便一本书500-600页那算薄的，对吧？你厚一点的书800、1000超过1000页这都很常见所以呢，你即便是这种把中文1000多页的书从头到尾念一遍，我觉得这种专业书籍都是需要很多时间，是吧？你何况不是咱们的母语的话呢，你要去从头到尾给它都看一遍，而且要记住，还要理解那么这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是吧？所以呢，为了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获得一个最佳的复习效果我呢就把这些重点列了出来咱们学的这种课本基本上是我列出来这些黄字，基本就是咱们学的这些课本那么 fundamental 就是咱们最后的那本书fundamental 就是说护理学基础这方面的它的重点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感染控制还有呢 priority，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 priority 在最近这1年左右考题出现的非常的高就是这个比例非常高常见。一个同学的考这种 NCLEX 考试里 priority 题，有的同学说能遇到7、8道题甚至将近10道，给他感觉就是很多那么当然还有这 ethical 有关医学伦理这些东西。那么这是 fundamental 第二个呢 med surg 就是咱们所谓的内外科，其实就是咱们可以说是病理吧，或者说是临床这种内外科它混在一起的这么一本教材那么它的里边的重点一个是呼吸，一个是心血管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GI 胃肠道那么这一部分 med surg 出现 NGN 的题是最高频率的那么它所出的一些 NGN 的题在这里就是说比如说考你一个心脏的，考你一个呼吸的 case study 这种几率是非常高大家看我把这个 fundamental 和 med surg 已经加粗体了证明什么呢？这2本书对于咱们考试比重占的权重非常大，可以说这2个内容加在一起能差不多占到总体题目至少是50%到60%吧，我这往少说这2本书那么其他的这几个内容呢，比如说妇儿包括心理，包括这个领导力包括药理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加起来差不多能占到40%那么所以呢，如果从这个总体这种科目来讲大家的复习重点应该放在 med surg 和 fundamental 上那么其中尤其是 med surg， 因为它出 NGN 的题非常多那么这一部分应该是咱们所有复习里边最需要注意下功夫的那么 fundamental 也是这个是放在第2位，我认为其他的呢几本书各有重点比如说妇儿呢重点就是什么常见病比如说妇产科的一些常见病，
比如妊娠期高血压，是吧？比如说这个胎盘早剥、胎盘前置，是吧？比如说儿科有一些特殊的疾病，肠套叠包括一些先天性疾病法勒斯联症这些。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小孩的生长发育各个年龄段你需要注意什么？有哪些证明他发育正常？有哪些可能就觉得发育似乎有点迟缓？那么这些大家也要注意这都是他考试的重点。那么对于心理呢，bipolar schizophrenia 我们说双向型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这个是2个最常考的病。当然，它不是说其他不考其他也可能会考，比如说强迫症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 ADHD 青少年的这种包括像自闭症包括像 PTSD 这些也可能都会考只不过呢，它并不是一个重点，或者说它可能出现这么一道题也就差不多了真正说占分特别多的，还是应该放在咱们的重点内容上比如说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常用的药物常用的药物在 bipolar 是吧？咱们要知道它有3代药物，对吧？那么尤其是抑郁症咱们说抑郁症这个几代用药是不一样的。bipolar 当然说咱们是常用理剂是吧？那么对于抑郁来讲，分这个 MAOI 是吧？分这个第2代的这个三环类抗抑郁药，包括 SSRI、SNRI 是吧？这些，那么代表药物是什么那么它们相互之间如果有重叠、有替代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些都是常考的。leadership 重点呢就是 assignments 你怎么去分配护理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常考的题就是你要把哪些任务可以分给 AP 或者说叫 CNA 去做，哪些是不行，哪些必须由2N 去做，哪些是必须LVN 如果做的话必须在2N 监督下那么这些还有呢就是说 education 你怎么去教育病人，有一些常用的。那么这个当然它不是说只考什么 leadership 的教育，它其实这个教育就又考到了一些相关疾病的内容，是吧？咱们不是说在其中一本书里只考这本书的内容，它通常都是混合着的那么还有 communication 非常重要。那么最后呢，简单说一下这个 pharmacology 就是咱们的药理学。药理学呢，一直以来是咱们学习的一个难点因为很多同学这就是各个不同期的同学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老师，这个 pharmacology 我们怎么学呀因为什么？太零散了各个系统每个系统不同，很多种疾病，每一种病有很多的药，是吧？你怎么能全都记得住，对吧？我想呢，恐怕没有人能全都记得住你全记住，你也比不过一本药理手册呀，对吧？所以呢，咱们对于药理怎么学我个人认为呢，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有分类的记忆分类的记忆主要是咱们要熟悉这某些药物的前缀后缀词根见到某些后缀，尤其是后缀最多比如见到 Pril 你就知道它是这个 ACEI 类的，或者叫 ACE inhibitor 是吧？你见到 Sartan 你就知道是 ARB 类的，你见到 LOL 你就知道是 beta blocker你见到 DIPINE 你就要知道它很可能是钙拮抗剂，是吧？地平就像这种后缀，大家你即便是前面不全认识，但你见到后缀你熟，你就大概能猜出来那么除了这种系统的这种词根后缀什么的以外，咱们也要通过练习题因为有些药物的知识呢，你不做题你是不知道的你背书你背不出来。你比如说考你一个这个 ACE inhibitor 它的常见的副作用，是吧？那么你可能就会要想到，是吧？它这就是题目里你多做题你就知道了。经常出，是吧？干咳呀，是吧？这种无痰干咳，然后血管性水肿angioedema 这个是最严重的一种，有可能导致 stridor有可能导致呼吸困难
包括像这个孕妇不能用啊，包括高钾血症啊这些哈。那么这些是通过做题来记忆啊。那么最后呢，这个结果判定其实在你考试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啊，但是当天他不会告诉你啊，你可能稍微等一下啊，也就是说你并没有说你考完以后还有一些什么可以操作的机会，这没有啊。那么下面呢，给大家提一下哈，个人学习的建议，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也就是和大家一个分享。那么一般我们在学习 LVN 课程呢，这个总体时间就是12到15个月啊，总体就这么多，一般分成4个 term。那么从 term 1到 term 3呢，大家还是有时间的啊，这段时间学习不是那么紧张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在 term 1到 term 3的阶段呢，要重点要选读课本啊，就是为什么叫选读，而且要有重点的选读啊，因为我刚才提到过，一本书随便都700-800页、上千页，你不选读的话，你都读当然好，但是你时间可能来不及，是吧？你的理解，是包括你的记忆，这都需要时间的哈，你可能来不及，所以一定要有重点啊。那么同时呢，你不只是说读课本，你还要有一些参考书，它能够帮助你理解这个书上的知识，而且它经过了提炼，是吧？而且它能告诉你这个书上哪些是重点啊，这就是参考书的作用。并不是说大家好像有一本课本读完了，还要再读其他的书，感觉好像阅读量增加，其实不是啊。其实你是通过这种参考书，能让你的总体的阅读的量会下降啊。你要精啊，要专，这样的话你学习呢就会效率非常高啊。所以我个人总结出来2点：第一个，学习一定要有重点啊，你不是平铺，把你所有精力平均分配那是不行的，一定要有重点。第二，你的理解一定要有深度啊！你的理解如果没有深度的话，那你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浅的层次，你灵活运用那就不行啊。那么当然，大家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难题不好解答，你可能要搜一些资料，你可能要上 YouTube， 你可能要上这个 Google 网站是吧？去查啊，有很多其实相关的资源大家可以使用。那么在最后一个 term， 包括最后一个 term 结束以后啊，我们说 term 4到结业以后。有一个全面复习阶段，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有 ATI 的资源、UWorld 的资源、NextLegs 的这些资源 ，Archer、Saunders 很多哈，大家都可以在网上获得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复习材料，具体你喜欢哪一个啊？每个人不一样啊。像我还有我很多的朋友都是用的 UWorld， 我们认为都很好啊。那么可能有的同学他就用的 Archer， 可能有同学用 Saunders 都很好啊，这个因人而异。你觉得哪个特别切合你的实际情况啊，你就用哪个。最后呢，我下边总结了一个我们需要合理的理解性的记忆啊，我们要达到可以自己用知识来分析，进而得出答案。而我们要忌讳的是什么？死记硬背和海量刷题。这个我发现有很多的同学现在，也不是说非常多吧，有一小部分同学他真的就是没把这个精力放在学习上，而是单纯的在刷题啊。大家要知道，你的 NCLEX 考试的题不是那么容易刷到原题的。如果你只是通过刷题背答案这种方式，它有用吗？有用啊，但是这种我认为它的效率不高啊。你一定要有理解啊，然后当然配合着一些小而精的练习题啊，它就会有很大的提升。举个例子哈，这就是一个 NGN 的例题。我们看这个病人啊，那么大家如果没有接触过 NGN 的题啊，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啊。这是一个男性是吧 ？Mr. L， 58岁啊，然后有高血压、高脂血症、吸烟，然后他说怎么样？胸口啊，这个有一种压力、压迫感啊，已经持续有40多分钟了。那么同时还有什么呢？有这种出汗是吧？苍白、焦虑啊，这个胸部的这种起伏是吧？然后这个呼吸困难有这些相关的这些。那么它的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生命体征啊，我们看直接就看到什么？第一眼血压低了，对吧？88/56，血压已经低了，然后心率快啊，这都是心功能不全的表现。呼吸也快，是吧？血氧饱和度89了啊，这是明显的下降，供氧不足了。体温还行啊，98.8吧，不算什么异常。
那么再看它有一些这些相关的是吧？苍白、冷、出汗啊，然后这个胸部疼痛啊，这个并向这个左臂和这个下颌放射啊，这都典型的就是心肌梗塞、心绞痛的症状是吧？有第三心音了，有轻度的这个 cracks， 那就证明左心功能已经不全，有肺淤血了是吧？有焦虑，这都紧张，这就是不能平卧，那什么有左心衰的表现了是吧？这个第三个诊断的 troponin I 2.1，它已经告诉你 elevated， 所以这基本上心梗了是吧？CKMB 升高，钾呢下降啊，钾下降，这现在有低钾血症，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的。那么肌酐还行哈，这个心电图发现 ST 段23AYF 太高，那有可能是下臂对吧？下臂的一个心梗。那么 X 线显示有什么肺充血啊，轻度肺充血。那么大家看第一个问题哈，说哪些是严重的啊？这个需要立即的进行干预了，是吧？血压这肯定严重，对吧？这已经低了，是吧 ？ST 段抬高肯定需要啊，这心梗了嘛。低钾血症呢，算不算呢？立即需要干预，好像没有前两个那么急，对吧？所以咱们先搁着。出汗和焦虑，这个也是什么？这个出汗焦虑，这也是心梗的症状，所以这个应该也选。呼吸急促，这当然也是需要处理，但是似乎也没有那么急，所以呢，他选的什么呢 ？ABD 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哈。然后看他第二个问题哈，说哪一个这个最优选是吧？他一共给了你 ABCD 5个操作，你要把它排出一个顺序来啊。我们如果已经判断出它是一个心梗啊，那么你看哈，第一个有心电图，第二个高流量吸氧，第三个呢是大孔的这个就是静脉补液吧，是吧？然后这是什么呢？咀嚼的阿司匹林片，然后这个是测生命体征。那显然测生命体征这个不是说现在最需要的，因为你前面都有了，对吧？那么最需要的肯定是吸氧，按照 ABC 的原则，我们首先要把 B 排在第一位。那下边呢，如果你说是做心电图呢，还是说先输液呢？下边其实最重要的你是要确定它的诊断啊，你最好是再获得一个心电图啊。那么当然他说有 ST 段抬高，刚才说了，但是既然他这里有这个，我觉得呢还是把它选上啊。这个心电图它可以有助于你确定诊断的，所以放在第二位。那么说输液当然需要，因为它血压低了，这肯定是第三位啊。那么至于说阿司匹林呢，可以放在第四个。这个当然生命体征，你这些上面该操作的、该抢救措施处理完，都操作完了，再测啊，复查这都没问题啊。所以顺序就是刚才那个。然后第三个问题哈，他说呢，让你选啊，点一下它就亮。当然咱们这上它不亮啊，它就是让你把这个什么呢，最需要处理的紧急的一个 ST 段抬高的急性心梗处理措施给选出来。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咱们心肌梗塞啊？如果是面积相对比较大，我在有一个课程里，就是这个心肌梗塞和心绞痛啊，这些冠心病那一节课里跟大家说过一个口诀啊，叫做端坐位腿下垂，吸氧利尿打吗啡啊。那么如果按照西医英语讲呢，它总结出一个叫 MONA MONA 是吗 ？M 是 morphine 吗啡，这个 O 呢是氧气 oxygen 啊，这个 N 呢是 nitroglycerin 啊，这个硝酸甘油 nitroglycerin 它这里有是吧？然后这个A 呢就是 aspirin 啊，阿司匹林啊，阿司匹林它这也有是吧？那么这两个肯定毫无疑问是吧？这就是两个最需要标出的。那其他的说你这输液呢，什么称重啊，监测出入量啊，这个就没有那么必须啊。那么当然你说低钠的这个饮食，这也没有那么特别急啊，所以就选这个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啊。那么这一道题就是个计算题了，是吧？计算题他说这个硝酸甘油是10微克每分啊，这是医生的一个 order 啊，开的医嘱10微克每分。你这一个 IV 袋子里呢是50毫克的硝酸甘油啊，溶在了250毫升这个液体里边啊。那么他让你他问你哈，这输液的速度是多少毫升每小时啊？那么医生的医嘱既然是10微克每分，那么乘以60呢就是1个小时，所以是600微克，600微克就是0.6毫克，对吧？0.6毫克。那么也就是说呢，是0.6毫克每小时。那0.6毫克相当于多少毫升呢？
它这50毫克250毫升，所以1毫克是5毫升，是吧？1毫克就是5毫升，0.6毫克啊，就是3毫升，是吧？那么最后一个，这说选这个所有适用的哈，说哪个是证明这个治疗有效啊？疼痛缓解，这当然是；癌期段恢复，当然是啊；血氧饱和度提高，当然是；这个肌钙蛋白下降，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快，因为肌钙蛋白它没有那么快下降呢，它得维持大概2周以上的。然后血压提升，这也是啊。所以除了 troponin 这个下降，其他都对啊。那么最后呢，再是给大家一个复习的建议啊。其实对于 NGN 的题呢，我们说这些题对于你如果平时理解了相关知识啊，你又具备一定的做题的技巧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知识储备足够，而且又能灵活运用，你做这些题相当于是给你送分啊。你做这些题是得分项，而不是丢分项啊。真正难的反而倒是那些单选题啊，有的是4选1的话，2个容易排除，那2个里选一个是很难选的啊。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感觉啊。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哈，如果你平时学习比较好啊，而且最好还有这种医护工作背景，那么你这个考试就应该说不是太难啊。我建议大家最好就是不要拖得太长啊，就是你可以报名考试你就报，然后呢，差不多在你这个毕业以后1个月的时间呢，把这个 U-Word 做完啊，1400多道题肯定能做完啊。那么如果你还把其中的模拟试卷呢做完，能够在全国排名，他可以看的，你 percentile 已经达到90%到95%啊。你说95以上基本没问题了啊，90以上也问题不大。那么一次性通过这个 NCLEX 考试的几率其实就很高了。那么如果大家平时学习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学习属于中等水平，以前呢又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我建议大家可能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啊，作为这个总复习，2个月啊，但是不要太长，你拖的时间太长呢，咱们都知道啊，中国古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你时间太长，拖得太长，自己都没有这种心力了啊，那么就有点疲惫了。所以呢，不要太长啊，2个月够了。那么首先我建议呢，你把你的 ATI 所有的那些弱点错题啊复习一下啊。那么第二个，你再刷 U-Word 1000多道题，也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那么这2个加一块2个月啊，应该够了。如果你最后也是把 U-Word 的模拟试卷呢达到85%到90%啊，我觉得也可以去考试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参考，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体会啊，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同学啊，所有想参加考试的人，只是呢，给大家提个建议而已。好，最后呢，祝大家 NCLEX 呢都能一次通过啊！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这种支持啊！欢迎点赞、订阅、分享，咱们下次再见，谢谢各位。